在历史的转折点上，总有一些人能够以智慧为刃，劈开时代的迷雾。当秦帝国的帷幕缓缓落下，楚汉相争的烽火燃遍中原，一个出身贫寒的书生却凭借超凡的智慧，在刘邦与项羽的博弈中屡出奇策，最终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。他就是陈平，一个善于在乱世中把握机遇的谋略家，一个被司马迁赞为常出奇计，救分纠之难，振国家之患的智者。从乡间陋巷到未央宫殿堂，他的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，见证着那个英雄时代的荣耀与沧桑。陈平出生于阳武县，今河南省原阳县，家境贫寒。然而贫穷并未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，年少的陈平自幼便展现出对读书的热忱，常沉浸于典籍之中，默默汲取着能照亮未来的智慧养分。他不仅心思聪慧，外形亦十分出众，身形高大魁梧，面容俊朗不凡，在乡邻间格外引人注目。而他对学问的执着，更让这份与众不同多了几分读书人特有的气质。陈平的兄长陈伯虽独自承担着家中所有农活，从无半句怨言，全力支持陈平外出游学，只盼他能走出乡野，寻得更广阔的发展天地。只是并非家中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份支持。陈平的嫂嫂见他终日只知读书游学，从不过问田间生计，反倒要耗费家中本就紧张的资源，心中渐生不满。某次他当着邻里的面忍不住抱怨道，有这样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，整天就知道读书闲逛，一点也不帮衬家里。这话很快传到陈伯耳中，他当即勃然大怒。在他看来，妻子不仅不体谅弟弟的志向，更在外败坏弟弟名声，盛怒之下竟直接休掉了妻子。经此一事，陈伯越发勤恳耕作，宁可自己多受些苦，也要让陈平能无牵无挂地追求学问。乡里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是众人相聚的热闹场合。有一次，陈平担任主持割肉的人，只见他神情专注，手中的刀在肉上精准落下，一块块祭肉被他分配得极为均匀。父老乡亲们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，称赞道：陈家这孩子做事真公道，这鸡肉分得恰到好处。陈平听后感慨地说，这算什么？如果有一天让我主宰天下，我也能像分这鸡肉一样，将诸事安排得妥当。从这小小的举动中，便能看出陈平心怀大志，对未来有着远大的抱负。而随着年岁渐长，陈平的志向虽未改变，现实的困境却悄然袭来。他到了谈婚论娶的年纪，却因家境贫寒屡屡碰壁。陈平心里清楚，若想摆脱贫困的桎梏，为未来的抱负铺路，娶一位能提供经济支持的妻子，或许是当时最直接的选择。因此他一心想与富家女子结亲。可在看重家境的乡里，多数富贵人家见他一贫如洗，根本不愿将女儿托付给他。当时乡里有个妇人叫张妇，她的孙女一连嫁了5个丈夫，可这5个丈夫都先后离世，女子因此落下了克夫的名声，众人皆对她避之不及。然而陈平却不在意这些传言，主动表示愿意娶她。张妇见到陈平后，被他的仪表和不凡气质吸引，认定他日后定能成就一番事业，当下便决定将孙女嫁给他。不仅如此，张父还资助陈平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，并告诫孙女要尊重丈夫，好好持家。陈平娶了张家孙女后，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，再也不必为生计奔波，从此有了更多资源去结交四方豪杰，眼界和见识也愈发开阔，为他日后闯荡天下埋下了伏笔。
时光荏苒，陈平的积累尚未有施展之机，乱世的烽火却已席卷天下。秦末年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点燃了反秦的熊熊烈火，各地百姓纷纷响应，一时间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。身处乡野的陈平听到消息后，心中激荡不已。他知道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，这乱世既是危机，更是改变命运、实现胸中抱负的绝佳舞台。于是他毅然告别兄长与妻子，召集了乡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一同前往临济，投奔当时已在当地称王的魏王魏咎。魏咎初见陈平时，便被他挺拔的身姿、从容的谈吐所吸引，认定他是个可用之才，当即任命他为太仆，负责管理王室的车马出行与礼仪事务。得到魏王的任用，陈平满心欢喜，只盼着能在魏王麾下大展身手。他深知乱世之中，良策胜精兵，因此多次主动向魏王进献奇谋妙计，从粮草储备到军事部署，细致地为魏国规划在乱世中站稳脚跟的策略。然而魏王魏咎却是个刚愎自用、听不进谏言的人，对陈平的建议始终充耳不闻，甚至觉得他年纪轻轻，多管闲事。更让陈平心寒的是，魏王身边的一些小人见他频频献策，试图获得重用，便心生嫉妒，时常在魏王面前进谗言，诋毁他心术不正，另有图谋。眼看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，在魏国的前途一片暗淡，陈平心中满是失望。经过几夜的深思熟虑，他最终下定决心离开魏王，另寻能赏识自己的明主。离开魏国后，陈平并未陷入迷茫。当时天下诸侯中，项羽率领的楚军势头最盛，不仅一路攻城略地，所向披靡，更因破秦救民的旗号声名远扬。陈平听闻后，便收拾行囊前往楚军大营，主动投奔项羽。项羽素来重视人才，与陈平交谈一番后，见他对天下局势的分析条理清晰，对军务部署也有独到见解，便认可了他的才能，将他留在身边担任幕僚。此后，陈平得以在项羽麾下参与军务谋划，无论是战前侦察还是战后安抚，他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逐渐赢得了项羽的信任，在楚军中的地位也一步步提升，从一个无名幕僚慢慢成长为能参与核心事务的谋士。项羽平定关中后，依军功分封诸侯。陈平因随军征战，屡献良策，受爵为卿，继续留任项羽身边，以参谋军情、筹划献策为职，建成楚军核心智囊。时间推移至汉2年3月，天下局势突然生变，原本归附西楚的魏王魏豹，因不满项羽的分封安排，突然倒戈投向刘邦阵营，公开反楚。紧接着，刘邦又在谋士张耳的协助下，成功策反了驻守黄河北岸的殷王司马昂。这两处反叛如同惊雷，瞬间瓦解了楚国为遏制刘邦东进，在黄河北岸精心构筑的2道防线，西楚的东部屏障顿时形同虚设。项羽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，当即召来陈平，不仅封他为信武君，还将楚军中的旧魏军部队全数交给他统领，命他即刻出征，务必平定殷国叛乱，挽回局势。为何项羽会将如此关键的任务交给陈平？实则背后有深层考量。殷国所在的河内地区本是魏国旧土，而殷王司马昂虽靠项羽册封称王，却因根基浅薄，民心未复，统治本就摇摇欲坠。陈平出身魏国，对河内的地理环境、民俗人情有着天然的熟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统领的旧魏军部队
士兵多来自东郡、砀郡等地，这些地方原本也属魏国疆域。士兵们对魏国故土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，作战时更以共情发力。陈平领命出征，凭借着对局势的精准判断与自身的军事素养，在殷国边境巧妙布局。他所率大军纪律严明，士气高昂，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。在与司马昂对峙期间，陈平一系列举措皆有条不紊，尽显名将风范。一番周旋后，司马昂终究不敌，再次倒戈，回归西楚阵营。平定叛乱后，陈平率领大军凯旋而归。项羽见心腹大患解除，大喜过望，当即派遣亲信项汉作为使臣，前往军中对陈平进行封赏。不仅正式委任他为都尉，还赐予黄金400两，以示嘉奖。可世事难料，局势的变化远比想象中更快。陈平前脚刚率领主力部队离开殷国，司马昂便再次背弃承诺，宣布助汉反楚。项羽得知后，怒不可遏，觉得被司马昂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同时也认为陈平办事不力，下令严厉追究部将的责任。陈平深知项羽的脾气，一旦发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心中惶恐不安，担心自己会被项羽诛杀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陈平决定36计走为上计。他将受封的印信和黄金仔细封存好，派人送还给项羽，自己则孤身一人，沿着小路匆匆逃离楚军营地，踏上了西去投奔刘邦的道路。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中详细记载了陈平投奔刘邦途中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当时他一路行至黄河岸边，好不容易寻到一艘渡船。上船后不久，船夫见他仪表出众，容貌俊朗，且独自一人赶路，便疑心他是逃亡的将领，身上必定藏有重金财宝，顿时萌生杀机。陈平本就心思机敏，察觉船夫眼神有异，心下便明白处境危险。他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迅速想出对策，先是装作浑然不觉的样子，笑着对船夫说：“天热难耐，帮你搭把手。”随后缓缓解开衣带，袒露上身，走到船夫身边，主动接过船桨，帮忙划船。船夫目光扫过陈平空空如也的腰间与身上，见他确实没有携带财物，心中的歹念才彻底打消。陈平就这样凭借机智化解了危机，平安渡过黄河。渡过黄河后，陈平一路向西，最终抵达河内郡的修武县。此时刘邦正率领汉军东进，恰好将大本营设在了这里，还特意广发招贤令，广纳天下有识之士共抗项羽。陈平得知消息，心中重燃希望，于是他主动寻访，通过同为魏国人且深得刘邦信任的谋士魏无知引荐，终于获得了面见刘邦的机会。当时与陈平一同接受召见的还有6人。一番礼节性的交谈后，刘邦设宴款待众人。席间刘邦只是简单询问了个人的来历与见解，并未多言。待用餐完毕，刘邦便对众人说道：“诸位一路辛苦，今日先请回馆驿歇息。”话音刚落，其他6人纷纷起身谢恩，准备离去，唯有陈平突然上前一步，对着刘邦躬身行礼，郑重进言：“臣为要事而来，所言不可迟过今日。”刘邦闻言，不由得对这个敢打破常规的年轻人多了几分好奇，当即挥手让其他贤士先退下，单独将陈平留了下来，与他促膝长谈。交谈中，陈平对天下局势的分析一针见血，从项羽的性格弱点、楚军的兵力部署，到汉军应采取的应对之策，句句切中要害，
其卓越的见识与独特的谋略让刘邦越听越振奋。待陈平说完，刘邦大喜过望，当即问道：“你在项羽麾下时担任什么官职？”陈平如实答道：“都尉。”刘邦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拜陈平为都尉，不仅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，一同巡视军营，还将掌管护军、监督全军将领的重要差事交托给了他。这份信任让陈平真正踏上了辅佐刘邦的道路。刘邦对陈平如此破格重用，顿时在汉军诸将中引起轩然大波。将领们议论纷纷，大王刚刚得到一个楚国的逃兵，还没摸清他有没有真本事，就如此宠信，不仅同坐一辆马车，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老将，这实在难以服众。周勃、灌婴等随刘邦起兵的旧部，见陈平初来乍到便获重用，心中本就存有不满，此时更忍不住联名向刘邦进言，将外界对陈平的道嫂媚金两大非议一并摆到了台面上。陈平虽生得一副好相貌，品行却实在不堪。陈等听闻他在家乡时便德行有亏，与自己的嫂子私通，坏了人伦纲常，后来投奔魏王魏咎，只因计谋不被采纳，便弃主而去，转投项羽。如今在楚营待不下去了，才又跑来归附大王，这般反复无常，哪里有忠臣的样子？更过分的是，他到了汉军之中，还暗中收受诸将的钱财，谁给的钱多，便给谁好脸色；谁给的钱少，甚至不给钱，便故意刁难、设绊子。如此既无德行又贪财的作乱奸臣，大王却对他委以重任，恐会寒了众将士的心啊。刘邦听后，心中也不免有些疑虑，于是召来魏无知责问。魏无知坦然说道：“当初我向大王推荐陈平，看重的是他的才能。如今这乱世之中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我们更应关注他的谋略是否能帮助我们夺取天下，而非纠结于他的品行小节。”刘邦听后觉得有几分道理，但心中仍有疙瘩，又单独找来陈平询问。面对刘邦的质问，陈平不慌不忙，从容解释道：“我离开魏王，是因他固执己见，不肯采纳我的计策，留在那里不过是虚度光阴；离开项羽，是因他只信任项氏宗族，对外人始终心存猜忌，我即便有谋，也无从施展。我听闻大王求贤若渴，能不拘一格用人，这才不远千里来投奔。可我孤身而来，既无家产可依，又无俸禄可领，若不接受诸将所赠的钱财，便没有钱财来招揽心腹，打探消息，更无法安心谋划计策。若大王觉得我的计谋有可取之处，能帮您成就大业，便请继续任用我；若觉得我的计谋无用，那我收受的钱财都还封存完好，可尽数上交官府，我也愿辞去官职，回乡归隐。刘邦见陈平言辞恳切，条理清晰，心中的疑虑顿时消散了大半。再加上之前与陈平的交谈，确实被他的才华所折服，于是不仅没有责怪陈平，反而封他为护军中尉，更加信任和重用他。此后，众将领见刘邦心意已决，便不再议论陈平，而陈平也不负刘邦的信任，开始大展宏图。汉高祖4年4月，楚汉相争进入白热化阶段，刘邦与项羽在荥阳陷入了长达1年多的对峙僵局。项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多次成功断绝汉军通向敖仓的粮道，致使汉军粮食短缺，士兵们饥肠辘辘，士气低落。而项羽的谋士范增更是老谋深算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击破刘邦的绝佳时机，力劝项羽抓紧时间发动总攻，一举消灭汉军。一时间，汉军的形势岌岌可危，刘邦心急如焚，却又无计可施。
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刘邦急忙召见陈平，向他寻求破敌之策。如今局势如此艰难，先生可有良策助我摆脱困境？陈平沉思片刻后，缓缓说道：眼下楚汉双方势均力敌，单纯依靠军事力量，短期内很难决出胜负。臣以为可采用反间计，从楚军内部入手，削弱他们的实力。项羽生性猜忌多疑，容易听信谗言，我们正好利用他这一弱点。刘邦听后连忙问道：具体该如何实施？陈平接着说：大王可拨给我4万两黄金，让我在楚军中大肆散布谣言，离间项羽与他的将领们之间的关系。只要他们内部起了纷争，我们便可趁机而动。刘邦对陈平深信不疑，批准了他的计划。陈平立刻展开行动。他先是派人潜入楚军营地，用重金贿赂那些与钟离昧等将领关系密切的士兵，让他们在楚军中四处散布谣言。钟离昧等将领为项王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却至今未能得到封王的赏赐。他们心中早已不满，如今正打算与汉王联合，共同灭掉项羽，然后瓜分他的土地，各自称王。这些谣言迅速在楚军中传开。项羽本就生性多疑，听到这些传言后，心中不禁对钟离昧等人产生了怀疑。此后，他对钟离昧等将领的态度逐渐冷淡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和重用他们。钟离昧等将领察觉到项羽的变化后，心中既委屈又无奈，士气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然而，陈平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钟离昧等将领，他真正目的是要除掉项羽最为倚重的谋士范增。范增足智多谋，对项羽忠心耿耿，是刘邦最为忌惮的人物之一。为了离间项羽和范增，陈平精心策划了一场鸿门宴式的骗局。有一天，项羽派使者前往汉军营地，刘邦得知后，按照陈平的计策，故意准备了一桌丰盛无比的宴席，牛羊猪肉一应俱全，美酒佳肴摆满了一桌。当使者到来时，刘邦亲自率领一群人，以极高的规格迎接他，态度极为热情。刘邦满脸堆笑，关切地问道：亚父近来身体可好？此次派您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与我商议？使者听后一脸茫然，连忙解释道：我乃项王的使者，并非亚父所派。刘邦听后装作十分惊讶的样子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说道：原来是我弄错了。随即他大手一挥，让人将这桌丰盛的宴席撤下，换上了一桌简陋的饭菜，自己也借口有事匆匆离席，只留下几个下等人来招待使者。使者怒不可遏，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回到楚军营地后，他将此事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了项羽。项羽听后，心中对范增的怀疑之火瞬间被点燃。他想，范增与刘邦之间莫非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不然刘邦为何会如此对待我的使者，却对范增的使者那般热情？从此，项羽对范增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，不再像从前那样言听计从，甚至时常对他的建议产生怀疑。范增察觉到项羽对自己的态度变化后，愤懑又失望。他深知自己在项羽心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，继续留在楚营，不仅无法施展抱负，反而可能招来祸患。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无奈和失望，向项羽请求告老还乡。项羽此时正被心中的猜忌蒙蔽了双眼，没有丝毫挽留之意，便同意了范增的请求。范增离开楚营后，沿着回乡的路缓缓前行。想起自己辅佐项羽多年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
心中的郁闷与悲愤难以排解，再加上一路奔波劳累，身体本就虚弱的他，背上的毒疮突然发作，疼痛难忍。最终还未走到故乡彭城，范增便在途中含恨而逝。此前的项羽集团虽内部也有矛盾，但在范增的调和与制衡下，尚能维持表面的团结，而陈平的反间计恰好精准击中项羽多疑的性格死穴，彻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。这一计不仅成功离间了项羽与核心将领、谋士的关系，大幅削弱了楚军的战斗力，更给濒临绝境的汉军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。经此一事，刘邦对陈平的智谋愈发赞赏，也更加倚重这位奇迹之臣。然而，荥阳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。同年5月，楚军对荥阳的攻势愈发猛烈，汉军在连日苦战中伤亡惨重，粮草也已濒临耗尽，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就在刘邦陷入绝望之际，将军纪信挺身而出，他对刘邦说：“如今局势危急，臣愿假扮成大王，前去欺骗楚军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大王可趁机率领精锐部队突围逃走。”刘邦看着纪信，眼中满是动容，他知道此计九死一生，纪信此举无异于以命相换，但眼下已无其他生路，刘邦只能强忍悲痛，点头同意。陈平见状也献上一计，他让刘邦趁着夜色从荥阳的东门放出2000名女子。楚军士兵见此情景，以为汉军终于支撑不住，开始慌乱逃窜，于是纷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东门，准备趁机进攻。与此同时，纪信乘坐着刘邦的华丽马车，身着汉王的服饰，缓缓驶出城门，身后侍从高声喊道：“城中粮食已尽，汉王愿出城投降。”楚军士兵听到喊声，顿时欢呼雀跃，纷纷涌到东门围观，连负责防守西门的士兵也忍不住探头张望。项羽站在阵前，见刘邦亲自投降，心中大喜，以为终于能彻底消灭刘邦。就在楚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，刘邦趁机率领10几名精锐骑兵，从荥阳的西门悄悄突围而出。他们一路疾驰，成功摆脱了楚军的追击，前往关中。到达关中后，刘邦迅速收拢士兵，重新整顿军队，准备再次与项羽展开较量。靠着陈平的这条计策，刘邦不仅成功摆脱了项羽的围困，还保存了汉军的有生力量，为日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。此次荥阳突围成为了楚汉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也再次彰显了陈平卓越的智谋和过人的胆识。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期间，受命讨伐各诸侯国的韩信一路势如破竹，基本平定了齐国的土地。韩信深知齐国局势复杂，为了更好地稳定当地局势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他派人给刘邦送来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齐国局势复杂，民心未稳，南边又与楚国接壤，若不设立一个代理齐王来镇守，恐怕难以维持局面。臣愿暂代齐王之位，以稳定局势。”刘邦当时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，焦急地等待着韩信的援兵。看到韩信的信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当着使者的面大声骂道：“我被困于此，日夜盼着他来救援，他却想自立为王。”陈平正坐在刘邦身侧，见刘邦怒不可遏地斥责韩信，心中顿时一紧。眼下汉军被困荥阳，全靠韩信在齐国牵制楚军，若此时触怒韩信，万一他心生不满，拥兵自立，局势将彻底失控。情急之下，急忙暗中踩了刘邦一脚。刘邦何等聪明，瞬间明白了陈平的意思，立刻话锋一转，
继续说道：大丈夫平定诸侯，要做就做真齐王，做什么代理齐王？于是刘邦派遣张良带着印信前往齐国，正式封韩信为齐王。韩信得到齐王的封号后十分高兴，更加坚定了为刘邦效力的决心，不仅在齐国加紧操练兵马，安抚百姓，稳固后方统治，更主动率军南下，从侧翼不断袭扰楚军粮道，牵制项羽兵力，为刘邦在荥阳前线缓解了巨大压力，也为后来垓下合围，彻底击败项羽埋下了关键的伏笔。汉高祖5年，刘邦在与项羽的长期对峙中逐渐占据上风，双方实力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刘邦觉得消灭项羽、统一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联合韩信、彭越等各路诸侯，约定共同出兵合围项羽。然而，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却迟迟未到。项羽抓住汉军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时机，发动猛攻，大破汉军于固陵。刘邦被迫退守壁垒，形势危急。值此困境，刘邦那张良之策，以划分封地为条件，换得韩信、彭越迅速率军来援。自此，汉军声势大振，对项羽形成压倒性优势。随后，刘邦命韩信为统帅，于垓下与项羽展开决战。最终，项羽逃至乌江畔，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拒绝渡江，自刎而死。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全面胜利而告终，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400余年的汉朝统治。汉朝建立后，刘邦论功行赏，陈平因屡献奇谋，功勋卓著，被封为护友侯。但新生的汉朝却并未迎来真正的安宁。汉6年，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。刘邦深知韩信军事才能卓越，若真谋反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忧心忡忡，便召集众将领商议对策。将领们纷纷主张立即发兵讨伐韩信，刘邦听后并未表态。这时他想起了足智多谋的陈平，于是召见陈平，询问他的看法。陈平问刘邦：陛下的部队与韩信的部队相比，谁更精锐？陛下手下的将领在指挥才能上，有谁能比得上韩信？刘邦如实回答：部队精锐不及，将领谋略也远不如他。陈平接着说：既然如此，贸然发兵征讨，无异于以弱击强，胜负难料，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大乱，这实在是凶险之举。臣倒有一计，可不动刀兵擒住韩信。陛下可对外宣称要巡游云梦泽，随后传旨让诸侯到陈县会合。陈县是楚国西部边界，韩信作为楚王，听闻陛下驾临自己的封地边界，按礼制必定会亲自前来拜见。届时陛下只需安排一名力士，便能轻松将他拿下，何须大动干戈？刘邦觉得此计甚妙，于是依计而行。韩信果然毫无防备，以为刘邦只是例行巡游，便轻车简从前往陈县拜见。刚一见到刘邦，便被早已埋伏好的武士当场擒住。刘邦将韩信带回洛阳后，念及他昔日帮自己平定天下的赫赫战功，终究不忍痛下杀手，只是将他贬为淮阴侯，留在身边就近监视。陈平这一计，为费一兵一卒，便化解了一场可能席卷全国的叛乱危机。其过人的智谋再次让刘邦叹服。就在解决内部隐患后不久，外部威胁接踵而至。汉7年，匈奴冒独单于率领大军南下袭扰汉朝边境，刘邦亲率大军出征，迎战匈奴。匈奴冒独单于故意示弱，将精锐部队隐藏起来，
只派出一些老弱残兵引诱汉军。刘邦求胜心切，未加仔细侦察，便贸然率领部分军队深入匈奴境内。当刘邦的大军行进到平城白登山时，突然被匈奴的40万精锐骑兵包围。汉军被围7天7夜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情况万分危急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陈平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他仔细观察匈奴军队的情况，发现冒读单于对他的胭脂十分宠爱，胭脂的话在单于心中颇有分量。据《史记集解》引用的记载，陈平派人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一幅美女图，暗中去拜见胭脂。见到胭脂后，使者献上礼物，并对他说，汉王被单于围困，十分危急，打算把国中最漂亮的女子献给单于，以求和解。我觉得不如先把这些礼物送给您，若您能在单于面前美言几句，化解这场危机，那汉王就不必送美女来了。否则这些美女一旦献给单于，您恐怕就要失宠了。胭脂听后，心中十分担忧，害怕失去单于的宠爱。于是他在单于面前劝说，两国的君主不应该相互逼迫。如今就算我们占领了汉朝的土地，也无法长期居住。况且汉王也有神灵保佑，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。冒读单于本就与汉朝的一些将领暗中有联系，约定共同攻打刘邦后瓜分汉朝土地，可此时那些将领并未如约前来会合，他担心其中有诈。再加上胭脂的劝说，最终决定网开一面，解开了包围圈的一角。刘邦抓住这个机会，趁着大雾天气，率领汉军迅速突围，安全返回。平城之围的成功化解，陈平功不可没。他的这一奇迹不仅拯救了刘邦和汉军，也为汉朝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。刘邦驾崩后，太子刘盈继位，是为汉惠帝。汉惠帝生性仁厚软弱，缺乏治国魄力，朝中大权逐渐落入吕后手中。吕后为巩固自身权位，开始大力提拔吕氏宗族子弟，让他们担任朝中要职，掌控军权，同时对刘氏皇族与不依附自己的大臣展开打压，朝堂之上人心惶惶。此时的陈平深知吕后手段狠辣，根基已稳，若强行与之对抗，不仅自身难保，还会连累更多忠于刘氏的大臣暴露。他选择了一条隐忍蛰伏之路，表面上对吕后的决策从不反对，甚至在讨论吕氏封王的朝堂议事中，主动迎合吕后的意愿，以此麻痹吕后，让她放松对自己的警惕。暗地里却始终坚守对刘氏江山的忠诚，悄悄与太尉周勃等同样心向汉室的大臣保持联系，暗中观察局势变化，等待反击的时机。汉惠帝6年，相国曹参去世，陈平被任命为左丞相，王陵为右丞相。不久后，吕后想要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，询问大臣们的意见。王陵为人刚正不阿，当即起身反对。高祖皇帝曾杀白马盟誓，非刘氏而亡，天下共击之。如今封吕氏为王，违背了先帝的盟约。吕后听后十分不悦，而陈平却表示，高祖皇帝平定天下，分封刘氏子弟为王，如今太后临朝称制，封吕氏子弟为王，也并无不妥。吕后果然转怒为喜，对陈平的识时务愈发满意。散朝后，王陵怒气冲冲地找到陈平，责备道：当初与高祖皇帝歃血为盟时，你难道不在场吗？如今怎么能违背誓言，阿谀奉承吕后呢？陈平笑着说，在朝堂上据理力争，我不如你，但要保全刘氏江山，你恐怕不如我。王陵听后
虽心中不满，却也明白陈平的深意，终究无话可说。此后，陈平愈发谨慎地扮演着顺从者的角色，参与吕氏家族的各项事务，实则在暗中联络忠良，积蓄力量，为日后的反击做准备。次年，汉惠帝病逝，吕后虽在葬礼上放声大哭，却无半分悲痛之情，眼神中满是对朝堂局势的忧虑。陈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反常，心中暗自思索缘由。此时，张良的儿子张辟强虽年仅15岁，却因自幼耳濡目染，对权谋人心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洞察。他主动找到陈平，问道：“丞相可知太后为何哭而不哀？”陈平心中一动，忙请他细说。张辟强解释道：“太后只有惠帝这一个儿子，如今惠帝去世，他膝下无成年子嗣，心中最担心的是你们这些跟随高祖打天下的老臣不服管教，威胁吕氏权位。您若想化解眼下危机，不如主动上奏，建议太后任命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为将军，让他们统领南北二军，再让吕氏子弟入宫担任要职，掌控宫中事务。这样一来，太后没了后顾之忧，才会真心为惠帝悲痛，你们这些老臣也能暂时避开灾祸。”陈平闻言恍然大悟，惊叹这少年竟有如此老辣的见识。此计看似是向吕后妥协，实则是以退为进，既稳住了吕后，避免她因猜忌而大肆诛杀老臣，又为自己和周勃等人争取了更多时间。他当即依计而行，向吕后上奏推荐吕氏子弟掌军。吕后果然十分满意，心中的戒备彻底放下，在后续的葬礼中终于流露出真实的悲痛。陈平也借着这次妥协，进一步获得了吕后的信任，为日后铲除吕氏势力埋下了伏笔。吕后去世后，吕氏宗族失去了核心支柱，却并未收敛野心。吕产、吕禄等人手握南北军兵权，暗中谋划发动叛乱，想要彻底夺取刘氏江山。陈平与周勃得知消息后，深知局势危急，决定先发制人。他们先是派人游说吕禄，以交还兵权可保终身富贵为由，诱骗他交出北军兵权。周勃则趁机进入北军大营，振臂高呼为刘氏者袒左臂，为吕氏者袒右臂。北军将士纷纷袒露左臂，表明心向刘氏的立场。随后，周勃率领北军进驻未央宫，与掌控南军的吕产展开激战。陈平则坐镇后方，凭借对宫廷布局、吕氏势力分布的了解，不断出谋划策。一方面派人阻断吕产与外界的联系，防止他调兵增援；另一方面协调朝中忠良大臣，安抚百官，稳定京城秩序。在二人的紧密配合下，吕氏家族的叛乱很快被平定，吕产、吕禄等核心人物悉数被诛杀，吕氏势力彻底覆灭。叛乱平定后，众臣开始商议拥立新帝。他们排除了势力过强的齐王刘襄、性情刚烈的淮南王刘长，最终选定代王刘恒。刘恒不仅素来仁厚贤明，其母薄姬家族势力薄弱，不会重蹈吕氏专权的覆辙，最适合稳定朝局。陈平与周勃等人亲自前往代地，迎立刘恒入京继位，是为汉文帝。这场诸吕安刘的政变，不仅成功保住了刘氏江山，更开启了汉朝文景之治的序幕。陈平在其中扮演了谋主的关键角色，从前期的隐忍蛰伏，到中期的以退为进，再到后期的运筹帷幄，每一步都展现出他深谋远虑的智慧与力挽狂澜的魄力，也让他成为汉朝历史上定社稷、安宗庙的核心功臣。汉文帝刘恒即位后，
因陈平在诸吕安流中功劳卓著，智谋过人，对他十分敬重，最初任命他为独相，总领朝政。但陈平深知此次平定吕氏之乱，太尉周勃亲率北军诛杀吕氏核心成员，在军中与朝堂都威望极高，且周勃是刘邦旧部，资历深厚，若自己独掌相权，难免会让周勃心生隔阂，甚至引发朝堂权力之争。为顾全大局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，陈平主动向汉文帝上奏，恳请辞去独相之职，建议由周勃担任右丞相，自己则任左丞相，辅佐周勃处理政务。汉文帝见陈平不计较个人权位，一心为朝政着想，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一日，汉文帝在朝堂上召集丞相议事，想考察二人处理政务的能力，便先问右丞相周勃，如今天下一年要审理多少案件？周勃闻言一愣，他常年领兵，对司法事务本就不熟悉，只能如实回答：臣不知。汉文帝又追问，那天下一年的钱粮收支有多少数目？周勃依旧答不上来。汉文帝转而看向左丞相陈平，陈平从容起身，躬身答道：陛下，这些事务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，若想了解案件审理，可询问廷尉；若想知晓钱粮收支，可询问治粟内史。他们各司其职，对自己分管的事务最为清楚。汉文帝听后继续追问，既然各项事务都有主管官员，那你们身为丞相，主要负责什么呢？陈平随即给出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回答：丞相的职责，对上要辅佐天子，调和阴阳之气，顺应四季变化，使朝政符合天道规律；对下要抚育天下万物生长，让百姓各安其业，各得其所；对外要镇抚四方蛮夷与诸侯，维护国家疆域稳定；对内要亲近安抚百姓，同时监督公卿大夫，让他们都能尽职尽责。这才是丞相的核心要务。汉文帝听完，对陈平的回答十分满意，连连称赞他深谙相职，明于治国。退朝之后，周勃私下找到陈平，略带埋怨地说：你平时怎么不提前教教我？遇到陛下询问这类问题，该如何回答？害得我在朝堂上出丑。陈平笑着反问：您身为右丞相，难道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吗？丞相是统领百官，辅佐天子的，并非要事事亲力亲为。若陛下哪天问起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，您难道也要勉强编造一个数字来回答吗？周勃听后恍然大悟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擅长领兵作战，却在治国理政的全局思维上远不及陈平。心中的埋怨渐渐转为惭愧，也越发明白陈平让位于自己的良苦用心。没过多久，周勃便主动向汉文帝上奏，请求辞去右丞相之职。他深知自己继续担任相职，不仅难以胜任，还可能拖累朝政，而辞去相位，既能避免朝堂权力内耗，也能让陈平充分发挥治国之才，更好地辅佐文帝。汉文帝理解周勃的心意，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。此后，陈平再次成为汉朝独相。在他的辅佐下，汉文帝始终坚持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，一方面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徭役，将田租降至30税1，让百姓有更多精力从事农业生产；另一方面废除严苛律法，鼓励垦荒，同时安抚流民，稳定物价。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，汉朝的经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，粮食储备日益充足，百姓生活趋于安定，社会秩序也愈发稳固。这一切都为后来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
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而陈平不争权、善治国的智慧，也成为后世宰相的典范。公元前178年深秋，长安城内寒意渐浓，一代谋臣陈平在府邸溘然长逝，朝廷赐谥号献侯。这一次谥号道尽了他的一生，既承载着他毕生以智谋奉献汉室，从楚汉争霸到诸吕安流、屡屡力挽狂澜的功绩，也暗含着后世对他那些诡道奇策的微妙品评，既有赞叹其极致的推崇，亦有对其不拘常规的争议。陈平的一生恰似秦末汉初这部壮阔历史剧里最富张力的注脚。他从阳武县乡野的寒门书生起步，凭着对典籍的痴迷与胸中抱负，在乱世中辗转投注，又以精准狠辣的计谋，成为楚汉争霸的幕后推手，瓦解楚军根基，助刘邦突围绝境，最终在吕氏专权的危局中，以外圆内方的蛰伏与雷霆一击的决断，化身汉室江山的定海神针。他的每一步都紧扣时代脉搏，却又始终以智谋为梯，在乱世的硝烟与治世的暗流中，走出了一条独属于陈平的道路。若论陈平对汉朝的功绩，绝非屡建奇功四字所能概括，他的每一条计策都踩在汉室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上，不是简单的战术辅助，而是直接改写局势的战略破局。在楚汉相争的荥阳死局中，他的反间计堪称精准打击的典范。彼时项羽集团看似铁板一块，陈平却一眼看穿其软肋。范增的智谋是楚军的大脑，钟离昧的兵权是楚军的利刃，二者缺一不可。他不搞泛泛的流言散布，而是针对性设计，以黄金收买楚营士卒，专传钟离昧功高位封，欲连汉反楚，先断项羽的利刃，再以差异化礼遇戏耍楚使，坐实范增私通刘邦的猜忌，再折项羽的大脑。当范增含恨离营，钟离昧早已失势时，楚军看似强大的外壳下，内部早已崩塌。这不是简单的离间，而是对权力结构的精准拆解。荥阳突围时，他献上2000女子诱敌之计，至今仍有人质疑其不仁。可当时刘邦身陷重围，汉军粮草断绝，若不如此，不仅刘邦性命难保，汉军主力也将尽数覆灭，新生的汉政权或将夭折。此举为汉室保留了最核心的力量，这份对大局的清醒认知远超一般谋士的战术思维。而白登之围的秘技更显其务实到极致的智慧。当时刘邦被冒毒单于40万铁骑围困7天7夜，汉军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北疆防线濒临崩溃，新生的汉朝随时可能被匈奴踏碎。陈平没有纠结于堂堂之师当以正战的执念，而是潜入匈奴大营，从最柔软的人情处切入。他摸清冒毒单于对胭脂的宠爱，以重金行贿，以献美女夺宠施压，让胭脂主动向单于进言。史书虽对计策细节语言不详，却恰恰印证了其实用至上的核心。面对绝对兵力劣势，他不做无效的抵抗，而是以最小的代价化解了汉朝初年最大的军事危机。这种不拘一格，只求结果的应变，正是对政治先求生存的极致诠释。比奇谋更难得的是陈平在权力漩涡中的处事智慧。他从不是宁折不弯的直臣，却始终以外圆内方的坚守，守住了对刘氏江山的初心。吕后专权时，吕氏子弟遍布朝堂，手握兵权，朝中忠良或直言进谏遭贬，或愤然隐退避祸。陈平却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，他从不公开反对吕后，甚至在吕后提出封吕氏为王时，
坦然表示太后临朝，封吕氏为王无不可，看似妥协，实则是为了避免与吕后直接冲突。他深知彼时吕后已掌控南北军，若公然对抗，不仅自己会被诛杀，那些暗中忠于刘氏的大臣也会尽数暴露，反而加速吕氏夺权。当右丞相王陵怒斥他背弃高祖白马之盟时，陈平只淡淡一句：在朝堂上据理力争，我不如君，但要保全刘氏江山，等待时机翻盘，君不如我。这句话道破了政治家的核心使命，比起坚守表面的道义教条，更重要的是守住最终的目标。只要刘氏江山还在，盟约的精神终有恢复之日。若江山易主，再响亮的坚守也只是徒劳。这份蛰伏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暗中布局。他悄悄与太尉周勃联络，摸清北军将士对刘氏的忠心。他默许吕氏子弟掌权，却始终关注兵权动向。他甚至主动迎合吕后，换取在朝堂的话语权，为日后行动保留空间。直到吕后去世，吕氏集团图谋叛乱的那一刻，他才露出锋芒。这场诸吕安刘的政变，不是一时冲动的倒戈，而是他多年隐忍布局的结果。更显其远见的是迎历代王刘恒的决策。他的判断精准而务实，他又以沉稳的判断力推动众臣选定人后的刘恒。这种审时度势不是投机取巧，而是对时势的精准把握。在乱世中，他以奇谋破局；在治世初定后，他以稳重守局。陈平的智谋与处世之道，历来是后世君臣与学者热议的焦点。三国时期，曹操曾赞其临危之变，不拘常法，真乃安邦之良才，将其视为乱世中务实破局的典范。甚至在赤壁之战前，还常以陈平白登秘计为例，鼓励谋士打破常规献策。南宋史学家范祖禹却持不同观点，认为陈平虽救汉于危难，然其既多设诡道，失事大夫之政，批评其以女子诱敌，以重金离间的手段有违儒家仁义之师的准则。可若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去苛求，便是对历史的不公。秦末乱世，礼崩乐坏，寒门子弟若固守君子不严厉、不违诡道的教条，陈平或许只会在阳武县的乡野中，伴着田地与典籍，默默无闻终老。更遑论辅佐刘邦定天下，护汉室400年基业。所谓受金，实则是他出头刘邦时的无奈。他孤身而来，无家产无俸禄，若不受诸将所赠钱财，便无法招揽心腹，打探楚军消息，更无财力支撑计谋史诗。所谓盗扫，遍查史记、汉书，均无确凿史料佐证，更可能是政敌的诋毁。而那些被斥为阴诡的计策，皆是绝境中的无奈之举。当项羽的屠刀悬在汉军头顶，当匈奴的铁骑踏向长城，当吕氏的野心威胁刘氏根基时，光明正大的计策往往无济于事。唯有陈平的诡道，才能在死局中撕开一道生路。陈平的价值，从不止于为汉朝立下的功勋，更在于他为后世政治家提供了一种务实主义的范本。真正的智慧，从不是固守某种固定的道德范式或战术模板，而是根据时事变化调整策略，在复杂的现实中找到最优解。他不像张良那样，攻城后便归隐山林，留下功成身退的完美传说，也不像韩信那样，因功高震主，不懂收敛而落得悲剧结局。他一生都在朝堂的漩涡中周旋，却始终能在关键时刻站稳立场，既不贪恋权位，主动让项于周勃以避内耗，也不逃避责任，在危局中始终扛下重担。他保全了自己，更护住了汉室。这种入世的智慧，或许比出世的清雅更难，
也更贴近政治的本质。回望陈平的一生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，而是一个在不完美中坚守初心的实干者。他有缺点，有争议，却始终以智谋为刃，以担当为盾，在秦末汉初的乱世中，为心中的汉室江山拼尽全力。他的故事恰是那个乱世用奇，治世用稳时代的最佳主角。真正的伟大从不是符合某种既定的道德范式，而是在现实的泥泞中始终清楚自己的目标，并用最有效的方式去实现它。陈平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，或许就是所谓智慧不是追求绝对的正确，而是在复杂的局面中找到相对的最优；所谓担当不是固守表面的道义，而是在绝境中守住最终的使命。当历史的尘埃落定，陈平的名字早已与反间计、白登秘计、朱履安流紧紧相连，更与一种务实、清醒、有担当的处世智慧一起，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，始终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